仙界天君第33孙芙蓉君，性格骄纵，赶走碧苍王府侍从若干。不好意思念了，要不要换个人念？公然售卖碧苍王府门票，盗卖碧苍王府之中所藏兵器，横行视野，破坏灵界淳朴民风，欺辱灵界子民，调戏灵界女子。孽障！把那丢人现眼的东西给我叫来，本君要亲自打断他的腿。是。长本事了哈！还调戏妇女，调戏！跟谁学的？快点！哎呀！哎，你们这酒量太差了。改日你们得请我喝酒啊！我们走了，王爷。路上小心。走了。接着来。哎，神君，肉鸭，王爷也是要嫁到仙界的。如此，同男子一同晚归，会不会不太好？啊，不好。那怎样才算是好？神君说说。任凭与自己缔结婚姻的人胡作非为，这便是神君说的好。你醉了？我清醒得很。神君今日都做了些什么？还记得吗？好啊，逼得我认输，您可满意？神君约莫是不知道吧？你这些举动在我眼里，就像是一个吃了醋的凡人，在想尽办法证明些什么。怎么，神君可是看上沈离了？是啊，上古神无欲无求，哪里会喜欢人呢？既然如此，沈离要护何人，做何事，还望神君休要多舍。放沈离一条生路吧。好吧，我尽量。
让我再做点更过分的事，把事情闹大，这样沈丽还能忍。莫凡！不能让他死在灵界。惹不起，灵界的我一个都惹不起，我失策了。你别走啊！又来这一招。王爷，何事？今儿一早，灵尊请您去一趟王宫。知道了。怎么了？昨夜芙蓉君通过弱水之桥，跑到了人界。啊？怎么这么突然？都是末将的错，末将愿承担所有责任，召回芙蓉仙君，再受惩罚。你打他了？昨天喝多了，就踹了他一脚。揍了就揍了，全当给他长个教训。反正人间也没什么妖孽鬼怪的，害不死他。随他去吧。不行，天君昨夜加急传来旨意，着芙蓉君3日之内必回仙界。带信一事，还要劳烦行止神君呢。是行止吗？没想到他一副什么都没放在心上的模样，但事情却办得这么快。天君旨意来得如此急，必定是他还在信中说了些别的吧。3日之内必将芙蓉君带回。幸好这人间的时间过得比较慢，还有不少时间去寻他。这是要我去学？尊上，一切都是磨坊惹出来的祸事，不该连累王爷。阿离，人间的时间很长，这一行不是让你多快把芙蓉君找回，而是通过这一次，你们年轻人可以相互多了解一下彼此，明白吗？这门婚事我本来也不打算躲了，命我认了。芙蓉君我会找回来，但相互了解，大可不必。至于莫方将军对芙蓉君下手，以下犯上的事儿，还得予以处罚。别罚了，是我让他揍的，要罚算到我头上。等我把芙蓉君找回来，自会来灵尊处接受惩罚。他是往锦绣城方向去的。你们是谁？我在哪儿？
你们要干什么？我们在喂你喝水呀。这是锦绣城，你是谁？穿得这么好，为什么会在这儿？锦绣城，樊姐，我下来了。真是樊姐啊！我下来了，我逃出来了。自由！我来了，姑娘，我来了。滴水针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跟着本仙君。不管了，我获得新生了，神灵你再也烦不了我了。哼！这大好的天气，就该找个有葡萄架的阴凉处睡一觉。唉，罢了，那都是过去了。既是来了人间，在找芙蓉君之前，我得自己先玩够。谢谢。结同心，百年恩爱双心结，千里姻缘一线牵。华安，平安喜乐，得偿所愿。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送入洞房。盛血酒，送上白玉手镯一对儿。杨员外，送上玉壶白瓷瓶一对儿。结账，说一声哦。谢谢您。大老爷，送玉如意一只。碧苍王沈离，送上金石头一块儿。血色天地变一散成黄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。林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莫似幻。轻落红尘变一念成王，再多缠绵筑一生孑然。浮生轮华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情爱恨铭刻入骨的泪，
不负这一趟时间的缘，完成了心的空缺，在各赴诗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翅连诉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建，如初颜。血诉天地变已散成荒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。林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梦似幻。轻落红尘，别一念成王。再多缠绵，逐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望。情爱恨铭刻入骨的裂，不负这一趟时间的缘。完成了心的空缺，在各赴诗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翅连诉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建，如初颜。寒日月，轻轻一笺为好的夙愿。是只见一个光，维护万物不灭。情爱恨铭刻入骨的裂，不负这一趟时间的缘，完成了心的空缺，在各赴诗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翅连诉凛冽的界限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建，如初颜。这门倒是没什么变化。你呀，真是片刻不能休的。物已非，人已非，于我而言，不过是前不久才发生的事情。那些我所拥有的记忆，但于这世间而言，却好似连痕迹也没有了。会不会，这世上根本没有行云刺路，一切只是我的虚妄幻想？要说100年前，在江湖之上声名大噪的清盛城城主顾城锦，他这一生可谓是传奇。顾城锦对清盛城可谓是殚精竭虑，为清盛城百姓行尽善事。先有能掐会算的范仙为他谋士，谋士行云，出身威海。本是平民之身，却有惊人之计。行云拜得了彼时清盛城的大公子，小院被烧。霎时间，浓烟中拉着而身体孱弱的行云，却在一众高手的刺杀下，竟然如有神助，逃出升天。而后，顾城锦杀了亲兄，终于坐稳了清盛城之位。
斩断囚笼，只剩续一场梦。转动星辰，元素会初相逢。总是天地变化，回忆太汹涌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死而复生之后，却伴青灯古佛终了一生。顾城锦钟情叶氏，一生未曾续弦。叶氏亡后，顾城锦越发的沉默寡言，终日郁郁，病若缠身。不过1-2年时光，便也终生。谋士行云，祝顾城锦夺取兴盛城城位而后隐退。不想起一时同那娇妻美妾，而是归于小院。满目的红，苍茫之中相拥。世界事换作尘埃与俗，离合最匆匆。宿命哪怕难为，偏要与共。不惧碎裂，花天边一缕风。痛起誓言，纷飞中再重逢。仍有万物同在同一片星空。他愿归来，遨游碧海苍穹。行云在这世间留下的痕迹，就只有这么一点了。这一页翻过，便是别人的历史。我到底在求证什么？不管行云是真是假，他都已经成为过往，没有哪一段过去是能找得回来的。我怎么会为了一段回忆，失措成这个样子？跟多久啊？你什么时候察觉到的？沈离若是愚笨至此，早在战场上被杀了。申君，
昨日是我做的错，本想着今天跟你道个歉，但一觉醒来发现你已经到了人间，我便赶过来了。没事。左右对付芙蓉君的法子还多着呢。那晚，我冲着神君发脾气，用灵尊训斥的话来说，便是以下犯上。沈离也有不对。有一次，我因身受重伤掉入人间，就躺在那里，筋疲力尽，无法动弹。我此一生从未如此难堪狼狈过。留下吧。当时被捡到的时候，确确实实有一种被救赎的感觉，就像是遇到了传说中的英雄。我这辈子第一次遇到属于自己的英雄。竟是一个那么普通的凡人，掐住他的脖子，不费吹灰之力，纵然窒息。我叫沈离，你再叫一声疙疙瘩试试。沈离。大概是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对行云上了心。神君，行云，沈离不动。又被你看穿了。其实早就有所察觉，只是我一直想不通，好好的天外天女不待，为何要下到凡界，做一个那么憋屈的凡人？这个位置才是憋屈。等你像我活了那么久之后，你才会知道，无聊会成为你做很多事情的原因。我本想下界来到人间，做一个平凡的普通人，过着凡人该过的一生，奈何我虽然变成了凡人，却没有换掉身为神明的记忆。难怪你懂那么多奇怪的阵术，却没有半点法力，也看不到灵体的存在。以凡人之躯，哪能承受得了那么多的记忆？难怪
然你全部都记得，为何却要与我装作不认识？和你在灵界经历赶莫风回王都的理由一样的。因为不喜欢，所以不想耽误对方，是吗？与其相识，不如装作陌生。你是这样的意思啊？行止，你到底知不知道怎么做才能让对方不喜欢自己？你这些举动根本就是在勾引人啊！还是连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？你被勾引了？可能吗？神君当真是思虑过重。我好歹也是碧苍王，怎么会这般没有分寸？我之前遇到的是凡人行云，所以能够去喜欢。但你是上古神，我又怎么能把情感延续到你的身上？身份的转变，确实会改变很多。若有朝一日，你我在战场上相遇，我会成全那个身为碧苍王的神人。不过，灵界与仙界马上就要联姻了，根本就不会有那么一天。其实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，你若不想是行云，便不再是行云，没什么好隐瞒和伪装的。本来在我心里，行云就已经死了。你现在是神，行止。神力，自始至终，行云行止，都只是我一个人。不是的，对我来说不一样。所以，我会遵从神的旨意，与芙蓉君联姻，与神君也不会再有任何瓜葛。神君不必忧心了。既然你能这么想，那便最好。城门要关了，我约莫再也不会来青圣城了。我欲去锦绣城寻人。神君打算去哪？我打算有奇怪的气息，而且并非善类，你感觉不到吗？即便如此，你为什么要拉住我？我用躲吗？啊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不是行云。神君在三界里一向都是横着走，旁人只有让道的份儿。哎，你可真是放肆张狂。不过也是，你是神君，地仙，这是地仙的气息，没有仙界的旨意，他们怎么能胡乱侵人啊？
凝冰术。止水术。有何不同？止水术乃是上古神秘术，可冰封万物。而你说的凝冰术，我不知道，不足一提。这是什么术啊？附仙术。哎呀，多谢大仙，救命之恩呐！这么久不见，你还是这么弱啊？你是啊？没错，我是。他们为什么要抓你啊？哎呀，此事说来话长了，这源于一个修仙门派扰的祸事。3个月前，一个叫浮生门的修仙小派在江湖上名声大噪。这本不关我们的事，但他们却开始宴请各处地仙，不少地仙受邀而去，但一去却没了音信。那时大家都还没怎么在意，但那门派又派人来请了第2波地仙们过去，第2波人走了，也同样没有回来。大家感觉有些不对，于是等那门派第3次来邀时，大家都不肯过去。可没想到，他们一开门开始强制抓人。我们这些地仙能有几个？抓了几波，又请了几波，后来又零零散散的扣走了一些人。不到几个月，这方圆几百里啊，抓的恐怕就剩我一个了。我还是幸亏躲到了城中，趁着人多呀，我隐藏了一些时日，最后还是被他们给抓了。今天要不是你们，我恐怕都回不去了。你们地仙好歹也是个仙神，法力不强，但也不至于弱到这种程度吧？有一些法力高的地仙曾经试图反抗，但是他们好像有专门对付我们的办法。哎，你看，就像这绳子，只要被它捆起来，你是怎么挣扎都解脱不了啊！先前有些地仙说，他们好像用的不是仙术，是你们灵界的东西。灵界与仙界本就互不信任，虽说与仙界撕破脸皮没什么可怕的，但若是受他人挑拨，导致此等局面，总是让人难以接受。哎，你把你那什么术解开。这样使唤上古神力不太好。别墨迹。我每个问题只问你一遍，你若不回答我，我便把你的手指头都弄断。你且算算，你有几根手指头？说是谁派你们抓地仙的？说！门主！被下了咒，若他们答了不该答的问题，便会身亡。多么恶毒的咒术啊！线索断了。或许我可以帮你们找到地仙。怎么找？上古大地之神在神陨之际，把他的神力藏于土地。我们这些地仙都受到大地之神的庇佑，身上都有微弱的上古神力。只可惜大地之神离开太久了，我们只能取得微弱的联系。但是我能感受到大概的方向。行，有方向也行。你找找路，我们抓紧时间去救人。好。
神君，我此次来人间是来找芙蓉君的。现在遇到此事，或许神君能去找芙蓉君。神君，芙蓉君的事不用管他。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他们抓了那么多地仙，想干什么？有头绪吗？正如葫芦所言，倘若他把所有的地仙都拿去炼制，或许是想要得到上古神之力。若是如此，那此事并不简单。还是要去看看。好，那到时候去救人，破阵破法的你来，做人我来。姑娘家要矜持。你好歹是个姑娘家，怎么把自己当成男人使了？这神态语气与行云无二。先前他还在我面前刻意隐藏，这下全都说破，那些劣根性便都暴露了出来。真想将他拖来狠揍一顿，哪有像他这样一边拒绝又一边勾引人的？1000年了，还是有人不死心的。血色天地变已散成黄，玄光如花映一城的希望。丽影墙的锋芒，射四方的喧哗，是与非似墨似幻。轻落红尘变一念成王，再多缠绵筑一生孑然。浮生梦话，与你把酒相忘。情爱恨铭刻入骨的裂，不负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在各赴诗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翅连素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这一趟世间的缘，完整了心的空缺，才各赴诗约。倾诉明知故余生的劫，断翅连素凛冽的界限，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颜。星辰烈焰，山河共剪，如初